相信每个父母都有望子成龙、盼女成凤的愿望，考试成绩自然成了众多衡量标准中最重要的一环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现在有个捷径可以快速提高学习成绩，你愿不愿意尝试一下呢？今天给大家带来泰国最新恐怖电影《鬼导师》，看看这几个想走捷径的同学都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补习班课余时间，4名同学讨论起了发生在这里的一则传闻。据说这家补习班之前有个非常厉害的老师，教出来的学生全部都能考上顶尖大学，只有一名男同学考得不太理想。后来这个男生想不开走了极端，由于执念太重，成为了这里的地缚灵，被困在了4楼的教室里，日复一日的刻苦学习。但凡学弟学妹们在学业上有困难向他求助，他都愿意伸出援手帮大家实现愿望。虽然嘴上说着不太相信，但几个人还是出于好奇想尝试一下。当天晚上他们就来到了4楼的废弃教室，向传说中的鬼学长寻求帮助。结果刚进来就被一个人形立牌吓到半死。传闻中只提到了鬼学长的经历，并没有提到怎么向他求助，是对着空气许愿，还是带上香烛祭品诚心叩拜呢？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。这时阿派发现桌子上放着几张万老师的考前冲刺报名表，这个老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那个非常牛逼的老师。既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咱们就先把这个表填了呗。于是4个人纷纷在报名表上写下了自己的愿望。戴眼镜的格特希望下周的模拟考可以考进前10，阿派希望可以获得墨尔本大学的奖学金。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女生贝尔本来是不想填的，但是抱着来都来了的态度，还是写下了想考上医学院的梦想。阿修则是想考上一所军校，但他只是简简单单写了个心愿，却忘记写上自己的名字了。几个人刚刚填好就遭到了清洁工的驱赶，被吓得赶忙离开了这里，却不知他们一时兴起写下的愿望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。贝尔还有个弟弟名叫贝斯，整天幻想着能够成为网红一夜暴富。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贝尔一边吃饭一边背单词，妈妈看到后当即决定也要把儿子送到贝尔正在上的那家补习班。贝斯马上就表示了抗议，还指责说姐姐就像个学习机器。确实如他所说，贝尔今天像是变了个人一样，即便已经时至深夜，房间里的读书声也未曾有过片刻停歇。与他同样努力的还有阿派和格特，每当他们倦怠想要休息的时候，总会有只鬼手突然出现，逼着他们继续学习。另一边，正在睡觉的阿修被一句滚出去的呵斥声惊醒，起身才发现自己的报名表出现在了床头。或许是他没有写自己的名字，鬼学长才会以这样的方式提醒他一下。几天后，贝斯来到姐姐所在的补习班报道，在走廊里向那位身形佝偻的清洁工问路。他留意到男人的录音机里循环播放着一首静诗曲，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。恰在此时遇到了路过的阿修，两个人还没来得及聊上几句，就被人群中格特的惊呼声吸引了注意力。原来他真的考进了年级前10，也就是说他许下的愿望竟然成真了。可在不远处的清洁工看来，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。当天晚上，格特把他的这份喜悦分享到了社交平台。贝斯正在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，突然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，回过身去才发现是姐姐贝尔。女生刚刚说过自己要马上休息，可转身她的房间里就传来了木讷的背书声。贝斯想让姐姐小声一点，墙面却突然传来了猛烈的敲击，似乎是不想让她多管闲事。时间很快来到了第2天下午放学，作为这次优异成绩的奖励，格特的父母给他买了一辆新车。格特邀请大家坐他的车一起去补习班，贝尔和阿派坐了上去，贝斯和阿修则选择了骑脚踏车过去。不料还没有开出去多远，收音机里就响起了老师讲课的声音。格特赶忙把收音机关掉，但并没有什么卵用，过一会儿他还是会自己打开。如此反复持续了好多次，3个人只能一边听课一边赶路。来到补习班后，格特让他们2个人先上去，他独自留下来检查一下车子哪里出了问题。可是直到第1节课结束，2人都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，而且打了无数次的电话也没人接听。阿派准备去他车子那里看看，结果转身就在走廊里看到了格特。格特一声不吭走进电梯，径直来到了4楼。阿派出于好奇也跟了过来。格特来到当初许愿的那间教室，突然大喊着不想学习，双手恶狠狠地挖向了自己的眼睛，鲜血喷涌而出。阿派被吓得转身跑向了楼下。
但万万没有想到格特开启了飞行模式。警方赶到现场后拉走了尸体。阿派隐隐感觉到格特的死与他们那晚许下的愿望有关，还直言他们都会一个接着一个死去。旁边的贝斯听得一头雾水，在他的追问之下，阿修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。贝斯本来就觉得姐姐最近的状态不对，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当即就要前往4楼看看怎么回事。紧要关头，清洁工拦下了他们，两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。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怪事还远没有停止。当天晚上回到家里，看姐姐又在刻苦学习，贝斯忍不住劝说她休息一下。岂料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女鬼，姐姐被吓得赶忙就要挣脱弟弟继续学习。贝斯顺着她的视角看过去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东西。传说中的鬼学长应该是个男生才对，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女鬼呢？咱们带着这个疑问继续往下看。片刻过后，回到房间，隔壁又一次传来了姐姐背书的声音。这次还没等贝斯开口，第二天上午，贝斯想找贝尔了解一下具体情况。他一路跟着姐姐来到了图书馆，可不论怎么呼喊，对方都没有给出任何回应。随后他透过书架看到姐姐正在专心看书，可转瞬间又变成了血肉模糊的格特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却又诡异消失不见。疑惑之际，突然有人呼喊他的名字。看来鬼学长不仅时刻督促大家好好学习，还会帮他们扫清身边所有的障碍。当天晚上，正在专心致志看小电影的阿派，电脑上不知道突然弹出了什么东西，紧接着他就大喊着不想读书，陷入了崩溃之中。贝尔天真的认为鬼学长的诅咒会在考试完后随之结束，但他明显是低估了对方的恶意。阿派已经被墨尔本大学录取，正在家里等待录取通知书。于是阿修提议去看看阿派，看看通过考试后还会不会被鬼学长纠缠。不料这次3个人并没有见到对方。阿派大喊着让他们滚开，似乎精神状态并不是太好。几个人没有多想，转身离去。不料很快就发生了意外。当天晚上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贝斯和姐姐正在闲聊的时候，阿派浑身湿透，慌慌张张跑进了家里，语无伦次说着自己再也不想学习了，情绪异常激动。还没等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贝斯就接到了阿派父母打来的电话。原来就在刚刚，阿派已经诡异吊死在了自家阳台上。贝斯瞬间就感觉到毛骨悚然，汗毛倒立。如果说阿派已经死了，那么眼前的又是谁呢？就在这时，妈妈回到家里打开了灯光，刚才的阿派则转瞬间消失不见，仿佛没有来过一样。妈妈接到了补习班老师的电话，听说一双儿女全都没有过去上课，这才特意回家一趟看看什么情况，担心阿派的事情会吓到妈妈。2个人并没有如实相告，只说是学习太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下。被妈妈灌了一顿鸡汤后，各自回到了房间。向鬼学长许愿的2个同学接连发生了意外，贝斯担心下一个就会轮到姐姐，于是马上给阿修打去电话，与对方约在了补习班4楼见面。原来贝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他跟姐姐的名字非常相似，只需要稍加改动，万老师考前冲刺报名表上的名字就成自己的了。格特和阿派都是实现愿望之后发生的意外，贝斯觉得以自己的智商根本考不上医学院，况且他今年刚上高1，所以也就不用担心死不死的问题了。可这样真的就能够避开诅咒吗？咱们继续往下看。第二天早上，贝斯被闹铃吵醒，刚关掉闹铃，准备再赖会儿床，没想到就被女鬼来了个贴脸的叫醒服务，只能老老实实的起床赶去学校。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，贝斯抑制不住困意，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过去。等他醒来时，身边的同学都已走光。紧接着他抬头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，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正在黑板上写题，对方转头的瞬间，贝斯躲到了桌子下面，女鬼很快就朝着他走了过来。还没等男生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女鬼的脚步声突然消失，哪里都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。本以为只是自己的一场噩梦，
但胳膊上诡异出现的方程式提醒着他，刚才发生的一切并非只是梦境这么简单。诅咒转移后，姐姐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但贝斯并没有把替换名字的事情告诉对方，他选择把事情全都揽在自己身上，就是不希望姐姐再掺和进来。直觉告诉贝斯，那名清洁工一定知道诅咒背后的秘密，于是他让阿修给自己放风，偷偷溜进了清洁工的宿舍寻找线索。经过仔细翻找，他确实找到了很多关于补习班的负面报道。原来当年那名万老师为了提高升学率不择手段，导致很多学生因为压力太大走了极端。就在这时，清洁工出现在了楼梯拐角，阿修只能故意撞翻同学的奶茶，制造混乱的同时拖延时间，贝斯才没有被对方发现，顺利脱身。原来4楼那间教室根本不是用来上课的，而是万老师的专属囚室，成绩不好的学生都会被带到那里特殊对待。贝斯想要以此为突破口，好好调查一下补习班的历史，说不定可以找出打破困局的办法。但是阿修第2天还要参加军校的入学考试，只能改天再说了。但是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似乎是对贝斯隐瞒了什么。第2天的考试如期进行，可阿修却满脑子都是补习班的事情。原来格特考进班级前10的成绩公布之后，眼看鬼学长真的可以帮忙提高成绩，阿修还是没忍住在报名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现在他脑子里乱得很，根本无心答题。就在这时，教室的灯光突然开始疯狂闪烁，还没等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转眼间来到了晚上，一只黢黑的鬼手把一封信塞进了贝尔家的信箱。妈妈看到是补习班的报名表，便自作主张填上了贝尔的名字和志愿。贝尔看到后彻底慌了，愤怒之下也终于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，他根本就不想学医。妈妈把他自己没能完成的医学梦转嫁给了贝尔，却从来都没有真正关心过贝尔想要什么。这个梦想像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来气，贝尔早已接近了崩溃的边缘。妈妈不知道这张报名表的可怕之处，贝尔也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。贝斯索性直接将其烧掉，可是这样做真的有用吗？距离考试成绩放榜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必须尽快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。贝斯又一次想到了那名清洁工，这次他们3个直接找到对方，将所有事情坦诚相告，希望可以从男人这里得到些有用的线索。看到姐弟俩身上的伤疤，男人深有感触，也决定把埋在心底的秘密和盘托出。原来补习班传闻中的鬼学长根本就不存在，真正纠缠他们的是那个非常牛逼的万老师，而当年那个考试失败的男生就是眼前的清洁工，他只是受了重伤但并没有死。达奈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程师，家人便想着让他报考同样的科系，但是这类的科系考试难度极大，家人便把他送到了万老师面前。但没有想到的是，万老师极其严苛，除了日常的言语辱骂，还经常对学生施以粗暴的体罚，甚至还会把记不住的单词刻在学生手臂上。重压之下，达奈的成绩确实有所提高，但也让他对学习产生了深深的恐惧。父母在乎的那串数字成了压在他身上的五指山，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达奈的最终成绩并不理想，所以他选择了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。幸运的是，达奈活了下来，不幸的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。事件被媒体曝光后，同样受过体罚的孩子和家长们举行了抗议活动，要求万老师道歉辞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万老师躲在办公室，抱着自己的奖杯，播放静诗曲稳定心神，仿佛这样就能证明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愤怒的家长冲进办公室，却发现万老师早已吊死在了这里，而那些跟着父母一起过来闹事的学生，随后便一个接着一个离奇死亡。自那以后，再也没人敢提起万老师的事情，传闻中的主角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鬼学长。达奈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，靠的全都是那首循环播放的静诗曲。万老师到死都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，依然希望给大家留下一个人人爱戴的老师形象。这首曲子正好迎合了他的扭曲心理。岂料话刚说完，录音机就出现了故障，传出了万老师让大家赶快学习的催促声。紧接着，达奈就被一双鬼手死死掐住了脖子。万老师绝不允许别人诋毁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名誉。好不容易挣脱鬼手，达奈发疯似的冲进那间废弃教室，站在万老师的荣誉墙前面，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。达奈宁死也不想再与万老师有任何接触，这无异于把对方的脸面按在地上狠狠摩擦，否定了他曾经的一切。即使知道了诅咒背后的真相，但几个人还是不知道该如何破解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时间很快来到了毕业典礼这天，毕业典礼上有个拜谢师恩的环节，万老师竟然无耻地出现在了贝尔面前，这也就意味着贝尔已经实现了他写在报名表上的愿望。果不其然，妈妈很快就收到了医学院的录取通知，可贝尔根本高兴不起来，录取通知书更像是他的催命符，预示着他的死期将近。无奈之下，贝尔提出了退学复读，一来是他本就不喜欢这个专业，二来也是不想让万老师的阴谋得逞。最终母女俩大吵了一架，不欢而散。为了帮贝尔摆脱女鬼的纠缠，贝斯在房间里贴满了各种神像，他觉得只要熬过今晚就可以逃脱宿命的安排。三个人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，贝尔刚刚躺下就做了一个噩梦，他又一次被女鬼带到了那间教室。醒来后发现房间里的法阵遭到破坏，贝尔像是着魔了一般径直走向屋外。贝斯刚想阻拦，就被鬼上身的阿修砸晕了过去。随后镜头给到了一张录取名单，原来阿修已经被军校成功录取，今晚很有可能就是他和贝尔的死期。妈妈下夜班回到家后叫醒了贝斯，事到如今，贝斯只能把所有的一切如实相告。ผมเองไม่ใช่เหรอที่ไปกดดันเจ้ให้สอบติดหมออ่ะจนเจ้ต้องไปบนกับผีที่เรียนพิเศษอ่ะพอสอบติดผีเลยจะเอาเจ้ไปอยู่ด้วย。女人听完后如梦初醒，原来她早就发现了贝尔的异常。之前姐弟俩在楼下拉扯的时候，妈妈就曾亲眼看到过女鬼，包括那次雨夜出现在家里的阿派，只不过她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，现在还不是后悔的时候。当务之急是赶紧救出贝尔，两人连夜赶到了补习班4楼，四处寻找贝尔的踪迹。贝斯意外发现了在走廊里神游的阿修，赶忙将其唤醒，让他帮忙一起寻找姐姐的踪影。妈妈循着声响来到一间教室，里面坐满了正在奋笔疾书的鬼魂。最终还是贝斯成功找到了姐姐，正在一间教室里努力学习，刚准备带她离开，岂料抬头的刹那，原本空荡荡的教室里瞬间坐满了冤魂，姐姐也随之变成了阿派的模样。阿派掐住贝斯的脖子，把他拖到了外面，还模仿万老师折磨学生的样子对付贝斯。关键时刻母亲赶到，急忙拉着儿子逃离了现场。两人最终在当初许愿的那间教室里发现了贝尔的身影。贝尔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，任凭怎么呼唤都没有任何回应，如同提线木偶一般只顾着学习。看到女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妈妈也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声泪俱下忏悔着曾经的所作所为。在女人一声声的对不起中，贝尔终于有了一丝反应，但想离开已经为时晚矣。妈妈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气急败坏之下随手摔了一个万老师的奖杯，眼前的鬼魂随即有了反应。万老师希望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，这些奖杯变成了他引以为傲的资本，是他至死都在维护的体面，也是他成为地缚灵的执念所在。母子二人随即把所有奖杯砸了个稀巴烂，刹那间教室里的学生消失不见，贝尔也终于恢复了自我意识。岂料就在这时，万老师突然控制了妈妈的身体，女人随即转变了态度，大声怒吼着让贝尔留下来继续学习，必须拿到第1名才能离开。危急关头，达奈拎着一桶汽油及时赶到，他要亲手解决掉这个纠缠了自己多年的噩梦。贝斯接过汽油泼洒到了奖杯上面，母亲用一张废纸将其引燃，随着升腾而起的熊熊烈焰，万老师的凄厉哀嚎声响彻整栋大楼。电影的最后，贝尔如愿考取了自己喜欢的农林专业，贝斯还在追逐自己的网红梦想。每一个人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但鬼学长的故事依旧在学校里口耳相传，不知道这次许下愿望的同学又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以上便是泰国最新恐怖电影《鬼导师》的全部内容。该片以恐怖故事为外壳，深刻揭露了当下社会过度内卷的教育焦虑，批判了以分数和升学为唯一目标的畸形教育环境，提醒家长们不要有过高的期望，这种期望只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，同时警示人们任何不劳而获换取成功的行为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反思学业成就与生命价值之间的关系，别让教育压力变成吞噬年轻人的无形恐惧。我还是会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赏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。我是大嘴，咱们下个电影再见。